很多花友从养第一盆蝴蝶兰开始，好像就状况不断，循环的出现烂根、空根、黄叶、不抽花梗、不开花等问题，总之被虐得挺惨的。你养护蝴蝶兰的过程中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，请回复1；如果养护顺利的话，请回复0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天津的一位小姐姐用奶茶杯把蝴蝶兰养成了爆根王。据说小姐姐这颗蝴蝶兰已经养了10年了，1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花，而且在不停地长侧芽，而母本的花剑也越来越粗壮，一开就是爆棚的状态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。相信大家除了羡慕她养得很成功以外，非常好奇到底是怎么养的，养的又是什么品种呢？下面就一起来学习一下吧。1、奶茶杯养蝴蝶兰。1、奶茶杯的选择与改造。首先要选择透明奶茶杯，透明的杯壁可以随时观察根系健康状况，避免烂根或缺水。然后在杯底和侧壁戳洞，确保排水和透气性。可以用电烙铁或烧红的铁丝制作，洞口直径约1厘米，避免植料掉落。但如果不想打孔的话，可以在杯底垫沥水层，如火山石、陶粒等，防止根系直接接触积水。2、植料与上盆。植料选择常用的水苔、树皮或炭棉，保持透气性和保水性。上盆时，先拆掉圆盆，修剪腐烂根系，用多菌灵消毒后晾干。然后在杯底垫木炭块或沥水层，防止积水。最后用水苔或树皮包裹根系，螺旋填充至杯内，保持合适的湿度。3、养护技巧。根系银白色表示缺水，翠绿色的根表示过湿。浇水时先浸盆10分钟，然后倒掉多余水分。此外，蝴蝶兰喜欢明亮散射光，避免直射阳光。夏季可用白色网纱遮光，防止根系过热。适宜温度为20至30摄氏度，保持空气湿度在55%以上。生长期使用花多多1号，花期使用花多多2号，稀释至3000倍以上。当然，想要复花的话，需要通过大概8到10度的大温差和每天4小时的遮光来促进花芽分化。看到这里，如果觉得对自己有帮助的话，不要忘记点击订阅哦。相信眼尖的花友已经发现，这颗蝴蝶兰名为残雪，相较来说是比较好养的一种蝴蝶兰。喜欢的朋友可以随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残雪。2、残雪介绍。蝴蝶兰残雪的观赏价值非常高，其美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1、花朵数量与形态。残雪蝴蝶兰以其多花多分枝、爱出梗的特性而闻名，能够形成花的瀑布，非常壮观。它的花茎柔软，花开后会自然下垂，形成独特的瀑布形态，这种形态在花友圈中人气极高。2、花色与质感。残雪蝴蝶兰的花色洁白中透着一抹淡淡的粉色，花瓣略带透明，触感细腻，每一朵花都宛如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散发着难以言喻的美丽与迷人的韵味。3、花期与耐性。残雪的花期非常长，大半年的时间里，枝头始终有花朵绽放，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永无止境的春天之中。此外，它的繁殖能力和耐晒性也非常出色，能够在炎热的夏季依然保持繁花，适合各种养护水平的人种植。4、整体气质。残雪蝴蝶兰的花茎笔挺，花型精准，整体犹如优雅出尘的仙女，清新素雅，韵味十足。它的花朵不仅数量多，质量也非常高，给人以清新脱俗的感觉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残雪有2个颜色，白色的和粉色的。白色就是白残雪，花瓣以白色为主，洁白无瑕，带有淡淡的香味，给人一种清新素雅的感觉。粉色就是粉残雪，花瓣呈现浅粉色，颜色较为娇媚明亮，给人一种温柔甜味的感觉。天津的小姐姐养的就是粉残雪。通过天津小姐姐的分享，相信你一定有所收获。无独有偶，北京有位小姐姐也是用奶茶杯把蝴蝶兰养成了99%的人都羡慕的样子。到底是奶茶杯适合养蝴蝶兰，还是有别的窍门在里面呢？首先声明，北京是典型的北方城市，环境特点空气干燥少雨。这个方法是北京的花友自己慢慢摸索过来的，从控根、扶盆、
到水培，到半水培，再到无孔杯焖养，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，发掘的是一个兼顾懒人和抱根的方法。下面我们看看它的养护又有什么诀窍吧。3. 无孔杯焖养蝴蝶兰。1. 容器：无孔奶茶杯400到700毫升大小。为什么用奶茶杯呢？主要原因是因为爱喝奶茶，杯子扔了也是可惜，这样就不用花钱再去买花盆了。正常大小的蝴蝶兰苗，400到700毫升的杯子就足够了。如果已经养护了一段时间的话，可能就要换成更大一点的奶茶杯了。2. 植料：植料就是水苔，是原蝴蝶兰自带的。如果植料不够的话，可以掺点打散的新水苔和树皮，这个主要是懒和省。如果你不差钱，全部都换新的水苔和树皮，那就更好了。然后容器的底部垫火山石、大颗粒树皮、陶粒或泡沫块等到杯身1/4的高度，然后再用水苔塞到根系之间，栽入奶茶杯中。如果想杯面更好看，可以用毛毛虫水苔、大颗粒水皮铺面。3. 浇水：浇水上大约1周浇水一次，懒的话就晚2到3天再浇，最长也到过10天，但是绝对不会早浇，晚浇主要是懒。就算懒，平时也要观察根系，根系灰白了就要赶紧浇了，不能再懒了，也不能再等了。4. 施肥：虽然懒，但是肥也不能缺，讲究一个保肥懒施。平时用花多多1号补充养分，适量花肥加入2000倍的清水，替代水浇透植料，大概1个月一次。每年10月以后就改用花多多2号，促进花芽分化，大概也是1个月一次，或者20来天一次，主要还是想早点看到花芽。5. 光照：养护环境的阳台是南向的封闭阳台，春天、初夏和初冬的时候几乎就是全日照。春天和初夏，北方的光线还是比较柔和的，而且隔着玻璃晒太阳，阳光从高处射下来，不用担心会晒伤叶片。夏天和初秋是要50%遮阳的，尤其是初秋的秋老虎，看似凉爽了，但是光照角度改变了，反而更容易晒伤叶片。初冬的时候是花芽分化的关键期，光线柔和，多晒晒是好事。6. 温度：冬天有暖气，夏天有空调，家里大多数都有人，温度在18至28度之间，几乎不会休眠。7. 湿度：空气湿度大部分在15%到50%，干燥的时候居多，几乎不会连续阴雨天和梅雨天，主打一个常年干燥。天津和北京的小姐姐的经验告诉我们，养花不仅是对美的追求，更是一种耐心与坚持的体现。让我们带着这份热情与智慧，继续在养花的道路上探索前行吧。或许下一个在网络上晒出自己得意之作的，就是你哦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